89跟军阀讲民主，我的天！段祺瑞他是真的很穷的领导，他掌权期间也是中华民国大陆时代最民主自由的时候。笑死了！段祺瑞是最跋扈的，这个人家境是很贫寒，没错。但是北洋从军之后发大财啊！我真的服了，冲到没有一件事情对的，怎么可以面不改色？继续讲，太厉害了！89，你想帮袁世凯洗白，你也嫌袁世凯要活着好吗？抹去了所谓扣曾经的故事。北洋政府每年都会在报纸跟公布栏上公布每位官员的总收入跟年收入，但是当时国共两党都做不到。白痴吗？因为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在袁世凯治下是非法组织啊，到处被取缔。袁世凯主政的时候呢，共产党还没成立，没有成立怎么公布呢？大哥，你这每一句都错了，快昏倒了。他的资料到底哪里来的？我的天啊！你们说的是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接受了俄国的资金，接受了共产党的武器，包容了共产党，渗透国民党，才打赢了北洋政府。27年老蒋发动清党，不是标志第一次国共战争开始。28年北伐完成，所以打赢北洋政府的是一支干干净净、完全没有共产党的国民党。请问这里哪里跟联俄容共有关系？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89，他的资料到底哪里来的？我的天啊，东拼西凑，没有一个东西是对的。我在说事实，你们说的是国民政府联俄容共，接受了俄国的资金，接受了共产党的武器，包容了共产党，渗透国民党，才打赢了北洋政府。这个非常的好笑。首先打北洋政府叫做北伐，简单来讲，我帮89捋一下。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所主张的。25年孙中山就过世了。26年开始打北伐。27年老蒋发动清党，不是标志第一次国共战争开始。28年北伐完成，隔年度马上开打中原大战，就这么顺。所以89刚才所说的那一整段大错特错。那在北伐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历史事件，中国国民党叫做清党，中国共产党叫做412反革命政变，党一清，第一次国共内战等同爆发，要一直打到西安事变的时候才有坐下来谈和的状况。北伐一直伐到了1928年的12月29号，当时北洋军阀分成3大派，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国父主张联俄容共，就叫第一次国共合作，这是个专有名词。因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当时已经是毛泽东主政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透过遵义会议把整个国际派都给清除掉了，所以联俄容共特指第一次国共合作，所以他这一段从头错到尾，这也是非常可笑的事情。因为1928年2月12号，老蒋已经发表了关于党务的提案，清党时期其实已经是大幅度的削减了，所以在1928年3月，国民党的普通党已经减至22，基本上是把共产党清除出去了。但是北伐到1928年的12月才完成，也就是清党完之后才继续北伐，所以打赢北洋政府的是一支干干净净、完全没有共产党的国民党。相反，联俄容共还拖慢了北伐的时程，所以请问这里哪里跟联俄容共有关系？联俄容共还导致内部斗争，国民党还分成左派右派，完全在乱讲啊！我真的没有想到89的历史常识缺乏到这种程度，简直是莫名其妙。然后讲不赢之后，他要去扯段祺瑞，在抗日战争之后才把孙中山定为国父。这个你们现在说的是叫做胜者亡，败者寇的概念。老早在1925年3月12号，孙中山逝世，3月30号，老蒋跑去东征打陈炯明的时候，就已经称孙中山为国父了。只是正式称呼为国父是后面，因为老蒋在跟人家抢主导权，所以他讲的其实也不能说完全错，其实就抓只言片语来讲，因为1940年代还是训政时期，所以党国不分啊。当时汪精卫跟日本达成中华民国政府还都南京的说法，想要抢中华民国主导权，所以才让国民党把原本已经在民间非常流行的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正式用国民党中常会的决议确立了这个国父的称呼，而这个确立也是国家的确立。当时不管是红的中国共产党，或者是蓝的中国国民党，全部都在尊孙中山，连汪精卫也在尊孙中山，所以国父的用法不是胜者为王的用法，也不是因为老蒋打赢了这个战争，所以就尊孙中山为国父。孙中山老早在清末的时候就成为革命的绝对领袖，但这个领袖也含精神领袖成分，因为革命党当时太大了。但是有个重点是什么？1911年10月10号武昌起义接连爆发辛亥革命，这么多的各路革命军，很多其实根本没见过孙中山，或者离孙中山是好几个组织之隔，但是大家都认识孙中山这个符号。所以1912年的元月，
尽管当时有人推举黄兴来担任革命的领导人，但黄兴也推举孙中山。所以出现了很有趣的一幕，黄兴跟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的票选上，孙中山最终得票，还少给中华民国首任临时副总统林元洪一票，因为有人真的投给了黄兴，倒不是黄兴自己，黄兴自己有澄清过，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趣谈。孙中山不是全票通过，但黎元洪是全票通过。抹去了所谓寇曾经的故事，没有人抹去袁世凯贡献啊！我多次强调，北洋政府每年都会在报纸跟公布栏上公布每位官员的总收入跟年收入。事实恰恰相反，当时孙中山的年收入都是公开的。北洋军阀贪赃枉法那是太多太多了，不要说北洋军阀，各路军阀军商一体啊，私底下也都在卖土烟，就是鸦片，各种垄断。八九它是零概念，当时为什么要公布？因为告诉你，你看我们多么的清廉，我们做事情真的都是有板有品。但你想想看，北洋军如果不贪污的话，他拿什么钱养军队啊？我在想，军阀政客司的财产统计表，我不知道他在哪一份报纸上面，但是这个应该是袁世凯已经不在的时候，这是当时国共两党都做不到的，更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连做都做不到的，连想都不用想。你知道为什么共产党做不到吗？共产党地下化啦，白痴吗？其实国民党也不是做不到，要看时期。因为国民党很长一段时间在袁世凯治下，国民党是非法组织啊，到处被取缔。然后在袁世凯主政的时候，共产党还没成立。他是不是不知道啊？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7月23号正式成立啊，没有成立怎么公布呢？大哥，妈的，你真的每一句都错的耶，我快昏倒了。袁世凯活的时候根本没共产党，所以第一次北伐所打的不是袁世凯啊！你想帮袁世凯洗白，你也先袁世凯要活着好吗，大哥？笑得好累哦。他从袁世凯粉转成段祺瑞粉。段祺瑞他是袁世凯的人嘛，也是北洋政府派系的。他跟袁世凯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他是真的很穷的领导人，他掌权期间也是中华民国大陆时代民主自由的时候。笑死了！跟军阀讲民主，我的天哪！你是不是不知道段祺瑞是皖系军阀，直系曹锟？19207月14号打了一个直皖战争。为什么打直皖战争？因为袁世凯死后，各派系就分崩离析，夺权呐、各位。后来直系是大获全胜，民国时期的北洋军系在袁世凯死后，依照其人身故利关系，省级分成直系、皖系，另外还有奉系。但奉系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北洋军阀，因为奉系是自己发展出来，但是因为都在北方啊，所以统称上我们把它称为北洋军阀。真正北洋军阀大概就分成直系跟皖系这两大派系在夺权跟斗争啊。直系要人冯国璋死的比较早，后来就是由曹锟出任。直系延续了很久，一直延续到北伐时期。北伐直系主要被吴佩孚跟孙传芳所继承。皖系领导人就是段祺瑞，就是八炯的新偶像啊！他怎么那么喜欢军阀当偶像啊？我真的服了耶！他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情对的，他怎么可以面不改色？继续讲呢，太厉害了！我再告诉八炯一件事情：后来段祺瑞倒台之后，曹锟上台，曹锟做了一件世界上最民主的事情，贿选，真民主啊，超级民主，世纪大丑闻啊，人称猪仔总统，贿选总统，贿选国会起草中华民国宪法，人称曹锟宪法，贿选宪法。段祺瑞做过临时执政，当时的领导人是最跋扈的。但段祺瑞这个人家境是很贫寒没错，但是我告诉你，段祺瑞后来北洋从军之后就发大财啊，军阀们个个很有钱啊。你们一直看国民党单独写的历史，才是没有接受多元角度的单一观点。不是啊，你好歹要有证据吧？刚才那些都不是国民党历史哦，刚才那些就是最多元观点的维基百科。维基百科其实常常一堆人在乱写，通常乱写会被砍掉，只会留下大家公认的历史事实。你这个是平行时空了。历史要怎么看呢？他说什么，我说什么，那个人又说了什么？国民党的角度怎么看？共产党的角度怎么看？北洋政府的角度怎么看？国际视角的角度是怎么看？国际承认谁是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对吧？你应该这样看，四方、三方、五方都看，而不是只看一方，然后说哦，你讲袁世凯是错。他为了要反对我，所以就一直在神化袁世凯，现在还去推崇段祺瑞。我是没有想到，在民国114年的4月，竟然还有段粉，而且还是从原粉变段粉，我真的是很佩服。刚才所讲的那一切，他通通搞错。北洋政府当然是国际政府所主要承认的，没有错啊。可是主要承认不代表说他是个好政府啊。清朝末年也是国际主要承认的啊。请问清朝统治好吗？统治的乱七八糟啊，还扯国际嘞！我的天哪！
开始哦，因为讲不赢，小学生吵架来。怎么了？很嫉妒我哈？跟我19年开始同期做时政频道，结果5年多快6年了，你才30万订阅，我都快120万了。哦，对了，你有超过我零头了，是不是很不能接受？自己一个快40岁、读硕博士学历的人，哦，还常常这个受邀去这个厦门中共媒体的节目。讲得好，常常受邀去厦门，我只去厦门跟海峡卫视录过一次，后来就没再去了，没有常常。他这个人啊，讲不赢，第一个先扯订阅，第二个扯年纪，第三个我红你。哎呦，代表你的论述只能在小青鸟的同温层。我跟你讲啊，我跟海峡卫视的老师录影的时候，我是直接讲赖清德是总统，我们的立法院长是谁谁谁。你有这勇气吗？你这个东西还叫做时政频道吗？我是不知道。另外，老实讲，对啦，这我们超羡慕，为什么？羡慕你可以受到爱奇艺的业配关照，但是我绝对不会接，好抱歉了。哎呀，好羡慕你哦，让国台办的官员接见你啊，哦，好棒哦，八炯，超棒的啊！第3届国际学生新媒体节暨新媒体原创作品大赛活动地点：江苏大学江苏省江州市工业园区仁爱路119号，游历苏州，包吃包住，一切费用由我们承担哦。3等奖20个，每人人民币1000元。中州视传系新媒体原创作品大赛夺3等奖。哎呀，这不是八炯吗？哎呀，炯哥啊，抱歉，我还没有去比过赛呢，还没有像你一样去领共产党奖金呢。抱歉，输给你了。这不就你的历史啊？2017年你还真的光明正大赚红钱，领奖还领得很开心。老实讲，今天是你自己要来跟我单挑历史，要把你自己逼成这个样子，不是我在逼你的。你可以继续造你的谣，我继续做科普更正，大家各过各的，不是很爽吗？你自己要对我人身攻击的哦，我可没有对你人身攻击哦。我不知道你到底在气什么，你自己搞砸了自己，又觉得自己很棒，那我指引你，你大可以方方正正。对了，我历史没有那么好，但是我频道做的比较好啊。如果你是这个态度，你不会被人家笑，你知道吗？可是今天不一样啊，今天你又在那边说别人历史讲错的，不是多元视角的问题啊，是你连最基本的历史事实都从头到尾弄错，弄错了不打紧，还不道歉，不打紧，还要反向指责讲对的人是讲错的，然后再反向指责别人因为订阅数输给你，然后很嫉妒什么，完全没有。我看你那边鬼扯历史，我头也很痛，因为实在是差太远了。你不要搞得一副自己像普信男一样好不好，让人家觉得很难受啊。